我考入重点大学，准时起来学习，也不能吵醒他们。张涛，你也醒了？哎，吓到你了，你怎么醒这么早啊？哎，我被闹钟吵醒了。不好意思，我下次静音开震动吧。不是被你的，我是被周浩闹钟吵醒的。他5点半就起床了。5点半？对啊。那周浩在图书馆几楼啊？我找他一起学习去。他没去图书馆呀。啊？不是，他实习的公司有点远，为了不迟到，早起赶公交去了。大一就实习啊？哎，对了，张涛，小声点，刘瑞还在睡觉呢。还是有不卷的嘛。我起床的时候他才刚睡下，他做完实验回来已经凌晨5点半了。我考入重点大学。哎，大家伙都有什么特长？先看看别人怎么说，不能当这个出头鸟啊。特长？那我好像就化学还可以。哎，我化学还不错哎，我高考考了一个，我就是靠化学竞赛保送进来的。就知道不该说，厉害啊！我高中班也有好多人是搞竞赛保送的，叫啥？我说不定听说过呢。就比如说薛生、陈曦呀。啊，薛生大神是你们班的？对。什么？全省最好的班啊！我当时高考还是全班第一的。那张涛才是真大佬呀，因为其他同学都保送了，没参加高考。我靠！哎，跟那帮大神做同学什么感觉啊？天天被虐呗。哎，他们还说过我学习有个特点，啥呀？他们说我掌握知识点特别慢，但一旦掌握之后呢，忘得还特别快。真的吐槽。我还记得我同桌有一次这么说我：张涛，我最近发现了一个你很特别的地方，就是你的长处不是特别长，但是你的短板是真的很短。比起他们，我真的太普通了。我考入重点大学。大学真轻松啊，今天下午就2节课，真好。哎，你干啥呀？今天下午没课了呀？好，张涛，我还有课，我报了大2的课。我想挑战一下，能不能2年修完4年的学分？你这是学习雷总啊？雷总确实是我的偶像。那你这不够呀，雷总当年还抽空练习 C 语言呢。C 语言还是算了吧，反正我也不会，毕竟我主攻的是 Java。李想，你下次选课吃个生呗。对啊，我们都不知道。我确实忘说了。你看，我选的大2的课呢，在周3下午；你选的课呢，在周2下午。我们就不能一起上课了。一个寝室的多身份啊。对，那下次我们3选一样的课吧。张涛，你选的课呢？我没选大2的课。哎，没事，张涛，每个人有自己的节奏。对，尊重自己的每一次选择。好。那我下午做点啥呀？否则这学期落下你们好几个学分。这不难呀，张涛，你可以先把大4的毕业论文给写了，论文有10个学分。行，张涛，你玩不玩这个游戏啊？我不玩的，怎么了？那能不能帮我刷下未成年防沉迷啊？为什么刷我的？因为我未成年呀，我16。论辈分得叫你们2个声大哥了。16岁？那你高1就考大学了？张涛，你又忘了，我是保送进来的。哦，对，不过确实参加了高考。就跟我心仪的大学差2。哦，那我转念一想，我先保送到这里，然后再保研到那所大学，也是一样的嘛。周浩，你高1就高考了，就是说你1年学完了3年的课程啊？不是，我高中知识是初中学，那初中的知识什么时候学的？那东西还得专门学啊。没想到我们跟天才一个寝室，不知道咱们老师够不够格教你啊？说啥呢？老师对我的帮助还是很大的，谦虚了。但我对老师的帮助更大。你看，又打电话叫我去实验室了，这实验没我是做不了。然后啊，我今年能不能评正教授就看你了。行。我考入重点大学。晚上约了火锅，下午还在图书馆学习，没人比我更自律。哎，张涛，等你好久了，你没去图书馆啊？没有，还是我能卷，因为我下午去参加了一个编程比赛。最近还有比赛，哎，小比赛了，省里的，我准备了好几个月了。哎呦，我没迟到吧？哎，打球上头了，忘记时间了。终于有个不卷的了，那咱们出发。OK， 那吃完我们啊，对了，我只能吃到7点半，我每天8点都得回实验室观察记录下数据。大忙人呀你，那我们要不要打车过去啊？怕你来不及。那倒不用，才多少路呀？要不我们跑步过去吧？怎么样？可以啊。正好我今天2公里还没跑，哎，可以，我换双跑鞋啊。哎，话说你每天就跑2公里啊？我都刷5公里了，是吗？那我明天也跑远点试试看。哎，跑过去我吃不消啊，待会连饭都吃不下。对哦，张涛平常不锻炼的。也是啊，照顾我一下好吧？
哎，张涛，你15分钟后再打车吧，那会儿我们肯定跑到了。切，郑老师，这个寒假你们才陪我去西北考察，没问题吧？没问题啊，那我给你们订机票。好的，老师。头等舱，我都没坐过头等舱。到青海前3天呢，我先带你们熟悉工作，后面几天需要你们独立完成调研啊。我还有其他地方要去，酒店你们自己先订一下，到时候找我报销。那我根据行程订一下酒店吧，我对住宿没啥要求，啥样都行。干什么？让我的朋友知道了我的学生出去调研住的都是破酒店，我脸皮还要吧？啊，只能订5星级的啊，不能亏待你。郑老师的钱是大风刮来的，还真就是大风刮来的。什么？郑老师在西北有5台风力发电机，大风车，你懂的，转一圈2块钱。当然，这只是他一部分产业。考察的时候遇到什么阻碍，跟我说啊，我一个电话过去都好处理。那老师，咱们回去准备一下吧。哎，走吧。喂，老师再见。这3个学生我很喜欢的，很优秀的。就是有一个地方有点奇怪。说什么？我听一下。我有一次遇到他们买水果，他们的支付密码设置了8位数，我都只有6位数。你说这8位数的密码保护3位数的存款，可爱吧？谢谢。哎，李想，你申请的保研过了吗？通过了呀，我各项要求都满足。我明年也想考一下试试，不知道能不能考上。张涛，你也保研了呀？什么？我保研了，我怎么不知道？周浩没跟你说吗？没呀。这老精彩了。哎，你快说嘛！因为郑教授啊，太想周浩做他的研究生了，但周浩呢，想去更好的学校，想尽一切办法留住周浩，否则我跟你没完。我想想办法吧，郑教授。郑老师，你叫我。哎，来，坐。正好，你研究生的事情考虑的怎么样？还没想好哎，要不还是去考那个学校吧。考什么？咱们学校直接给你保研，我做你导师。啊，我不说我是不是最好的导师啊，至少校长以前也是我的学生。但还是那个学校更好吧。但咱们学校这个专业强呀，我们学校说第2，谁敢说第1？那倒也是啊。而且郑老师是这个领域的头号专家，而且老师手头的资源也不差。我发了50多篇顶刊，每年2个国家的项目，全国最好的实验室，设备都是最先进的。你到我这里，老师是不会亏待你的，每年给你发30万工资。郑老师名下有3家公司，不差钱。那这些东西，其他学校也能给我啊？那你说就好，你提要求，看看老师能不能满足。那我有3个项目，你说。第一个，任何时候我需要新的设备，你调给我买。你列份清单，我今天就下单。那先就这些了。这得3000万，买。第2个，我需要一间单独的实验室，我做实验的时候不需要任何人进来打扰我的实验室给你用，没问题。第3个嘛，第3个要求是让我保研啊，这不就是吗？周浩知道你想要考研究生，周浩，你前面2个要求都很好买，但老师每年只有2个研究生名额，那满足不了就算了。哎，等等，那个什么涛。各方面都满足吧。我室友成绩只比理想差一点点。好，老师答应你啊，你把校长那小子叫来，说我有要事跟他商量。那咱们3又可以当3年同学，也可能是5年啊。你不想要读博吗？谢福的。涛，听说你保研了？对，多亏了周浩。可是郑老师每年研究生名额不就2个吗？这次怎么招你们3个？本来是只招周浩跟理想的。但是呢，郑老师是跟校长这么说的。小卢啊，这次我想招3个研究生。郑老师，您每年的名额只有2个。我知道啊，这2个名额我给了理想跟张涛。理想跟张涛是吧？啊？张涛是谁啊？你看张涛才要……我是招完这2个人才发现周浩这个天才。难道周浩不招进来吗？不招进来，他跑去其他学校了。郑老师，您从大1就认识周浩？那以前只是认识，我没发现他是块料啊。现在才发现，周浩可以其他老师带，周浩必须我带啊！交给其他老师我都不放心的，这次我必须招3个。张涛，你救过周浩命啊！开什么玩笑？那周浩怎么对你这么好？就因为你们是室友？那可能是因为周浩还没回来吗？还在实验室，不过应该快回来了。那我把周浩的衣服也拿去洗了吧，他回来洗衣房都快关门了，好几天没洗了。哎呀，我忘记吃晚饭了。这都能忘了，哎呀，
正好我这零食多，那你拿着吃点吧。你这是百宝箱啊，张涛。还有这些，你带去先实验室里放着吧，饿了就吃点。做实验也不能饿着做呀，身体要坏。就因为这些，当然最重要的可能是，张涛，我还未成年，能不能用你的身份帮我刷一下未成年完成礼啊？可以啊，反正我也不玩这游戏。最重要的是他的游戏榜都是我的身份信息，他离不开我。这有点狗血吧？张涛，你还挺谦虚的。那本来就是这样。张涛，你真以为是周浩让你保研了吗？不然呢？张涛，是你的成绩本身就可以保研啊！要是你的成绩不达标，就算周浩帮你说话，你也没法保研啊，这是规矩。正是因为你的成绩都很靠前，你才保研的。周浩只不过是帮你找了个好导师。对啊，张涛，而且郑老师对你的成绩很满意。是张涛成绩很好啊，之前怎么不申请？是啊，要不是周浩推荐，我都不会注意到的。可是我之前都没申请。对啊，但是你申请了就能上。张涛，你是不是有点害怕竞争？其实你不用害怕，你是有实力竞争的。想咱们得快点。好。张涛，李想，曹老师早。你们两个怎么一大早从校门口进来？昨天晚上没住宿舍啊？啊，大三了，老油条了，夜不归宿了，是不是？曹老师，您误会了，这都是郑教授的安排。什么意思啊？事情是这样的，老师，你把器材收拾一下吧，该回去了。我们似乎回不去，11点半宿舍就关门。还真是啊。喂，郑老师，我们做实验做太晚了，回不去了。啊，这样，能不能联系校长，让宿舍不要这么早关门啊？这个校规不是说改就能改。那我们去实验室啊，我们晚饭都没吃，在这做实验。当然不用，老师有办法了。3室1厅，刚好给你们3个人住啊，怎么样？火锅也给你们准备好了。对啊，吃呗你们俩。郑老师真好啊，特意给我们租个房子。上个月在这遛弯看中的，想着离学校近就买了，没想到现在就用上，值了。火锅我就不吃了，这2天有点闹肚子。有郑老师这样的导师，你们就偷着乐吧。曹老师，那我们先去实验室了，周浩6点就去了，走吧。啊，周浩，你在里面吗？哎，你们俩别进去。周浩在做实验，不能打扰，不知道吗？郑老师，你看这，张涛理想出来。啊，看来是一场误会啊。哎，郑老师。中午想吃什么外卖，告诉郑老师啊。知道了。看看有没有什么器材不会用啊，我可以教。别打扰我们好不好，郑老师？你们在做什么？做实验呗，干什么？你们……我们什么呀？我们……哇，别说了，郑老师看起来不太高兴。我做了2年没做出来，你换个材料就成功了。郑老师，有时候不服老不行，说我是麻辣烫啊，帮我安排一下。我就说留住你没错的，郑浩，你以后一定什么啊？您看这部分不是我做的，张涛做的呀。张涛，多做几次总能做出来。哦，这部分你想做，那还好。谢谢。同学们，张涛、李想、周浩又为我校争光。你们还在这担心绩点？他们3个已经成功申请了一项专利。真的假的？郑浩，你们怎么做到的？其实也不是很难。波长193纳米的光，能量足够吗？远远不够，甚至我觉得需要波长20纳米以内的光。可是目前没有仪器可以发射波长更短的光，确实还没有成熟的办法。哎，张涛，你怎么看？我觉得你们应该喝口水了，毕竟你们已经聊2半小时。有道理。走，再去实验室试试。成了，用光的脉冲去击打液态金属系，可以激发出波长更短的光。可是还有个问题，这个光的强度还不够。哎呀，确实，这该怎么办？我有一个小看法，如果击打1次强度不够的话，为什么我不击打2次呢？张涛，你是天才呀！天才的想法。哎，没有，快做实验验证一下。成了，老师。我们成功激发出了波长13.5纳米的光，做得不错，这可以申请一个专利了。张涛，申请专利的事情交给你了啊，名字就写我们3个吧。可是我就给你们俩帮忙啊，张涛。但是决定性的想法是你提出来的，你是最重要的角色。对啊，张涛，没你我们不可能成功的。
你们好厉害！没有了。喂，郑老师，有个企业看中你们的专利了，后天想来学校跟你们谈谈钱的问题。我去，好，那就叫他们来吧，打扮得体一点，毕竟要谈生意呢。必须的嘛，昨天刚洗的衣服，可是你没洗干净啊，小刀。没有，迟到了，我们快走吧。你们好，你们的专利我们公司非常看重，想要以重金收购。那是多少？80万。80？什么？80万？80万，咱卖了吧。别急，我们再跟他谈谈。80万谈什么呀？80万有点低了，300万行不行？不是你。好，成交。那咱签合同呗？可以啊。这么大的事，咱们是不是该问问郑老师？300万问什么？还是问一下。哎，你们等着，我过来。直接给我一个最高价吧。320万。那你们走吧，我们不卖。不是，为啥呀？那谈生意居然不请你们吃饭，太没诚意了。而且你们这专利哪止300万啊？我给你们联系下公司，你们以这项专利技术入股，每年的分红少说有50万。多少？你是想要每年的50万，还是一次性的300万啊？打谁的电话呀？不认识，他说他叫郑教授。郑教授，这我导师嘛。哦，郑大哥你好，新年快乐。哎，阿妹你好，这次打电话来呢，主要是想跟你讨论一下你儿子以后读博的事情。读博？读博？郑教授给你送礼来啦。儿子，你不是读物理的吗？怎么敢读博了？妈，博士啊，读博士啊。哦，博士啊。你儿子似乎不太乐意读啊。他说你不想读博啊？我没有啊。哦，那他没拒绝。喂，帮我劝劝你儿子。硕博连读的机会是很难得的。他说让你硕博连读，我当然可以啊。张涛，你答应了吗？啊，他说可以。我在学校很受老师看重的。哎，多亏了你，儿子果然听妈话啊！我劝了周浩很久，他都说要再考虑考虑。我孩子是张涛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打错了啊。喂，周浩爸爸，我是郑教授。哦，我没想到我也能。儿子，他说他打错了。郑教授也给我妈打电话，我过去一下啊。那没啥事，咱就吃年夜饭呗。哇，郑老师给我发了个2800的红包哎，我就说我还是很被看重的吧。那咱儿子可不能了。郑教授，咱们餐都给你做了1年实验了，过年连个红包都没有，太没诚意了。怎么没有？必须有。还可以，8888。哇，6800，2800欧吧？我还没够大吧？家头，红包你抢到了吗？郑老师的吗？快乐哦。喂，郑浩，郑老师想让我读博吗？求之不得。喂，郑老师，杨涛啊，你今年帮老师干了不少活啊。应该的，周浩理想也很辛苦。老师刚刚在看我今年写的论文，发现其中一篇论文啊，多亏你的实验数据支撑。你实验做的太好了，张涛，你功不可没啊。就是多花了点时间而已。周浩说你做了1000多次才成功啊。对，我可以啊，就是需要这样坚韧不拔。所以我决定这篇论文让你作为第2作者发表，明年我就投稿，你说好不好？那投哪里啊？塞恩斯。那也约等于我发的顶刊啊，刚许的愿望就实现了。那好，你想不好了，周浩他闯祸了，咋回事啊？隔壁心理学专业的同学这次期末考好多都挂科了，现在他们都在找周浩。心理学专业的挂科跟周浩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不知道周浩经常去旁听心理学专业的课吗？哦，莫非？啊，这就是考试范围，发下去的案例大家好好看一看，要考的啊。老师啊，案例有问题。有什么问题？我认为这些解析都是错误的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我讲了这么多年的案例都是错误的？也不是错误的，老师，用不完全正确这个词可能更合适一点。怎么说？现在都是21世纪了，这里好多案例都是70、80年代的。在这个广告狂轰滥炸的互联网时代，营销心理学面对当下显然是需要修正和创新的。所以这些案例放到现在，参考价值是存疑的。你叫什么？周浩啊，不用在名单里面找，我只是对心理学比较感兴趣来旁听的。那周浩，你翻阅过几本心理学的书籍？一本你就敢说这些话？理论知识都没有学全，就敢对这些案例评头论足啊？我知道了，老师。咋的，周浩？最近开始研究心理学了？我只是想证明自己是正确的。给我看一本，啊，我也看看。周浩，再给我换一本，这本我看完了。你也迷上了，周浩？我看完了，周浩。你的书感觉知识面不够广，我再买几本。哎呀，这么看，
下单都下不了，是该换。你是在说服我呢？这现在理论确实的部分是没错。哎，那不完全对啊。老天再参考一下这篇论文，也可以印证我的观点。哎，你的大部分观点跟这篇论文很接近啊。这论文就是我写的，当然接近啊。我刚才跟你讲的是大纲，论文有详细论文，无懈可击啊。这肯定有不严谨的地方，我叫其他老师也来看看。无懈可击啊！同学，这篇论文是你写的，看来我们院出了一个人才啊。我不是心理学专业的，我是学物理的。所以我认为咱们这门学科也要与时俱进啊！而且我听说这门课每年都考一些换汤不换药的东西，这对同学们的发展有好处吗？如果各位老师不介意的话，我可以参与出卷。所以梦的内容也是心理的一种映射。两位，你们看营销心理学的卷子，咱们3个门外汉都能考满分吗？满分不敢说，但少说也有90。不如咱们给试点好玩的。可以啊，你们2个出，我帮你们试做，看看难不难。周浩他出的卷子实在太难了，很多连1/3都答不上来。原来周浩让我们出的是人家的期末卷子。周浩，你给我出来！我们班一般人都网课了。周浩，你快进去，进去！我这不为他们好。周浩在那教室。同学们，我知道你们很生气，但这次卷子也不是周浩一个人出的，还有他室友的。胡闹！你这简直是胡闹！顽固！你这样就是在浪费周浩这样的人才，这是没得商量。副教授怎么来郑老师办公室啊？还不是因为周浩？周浩他又闯祸了？当然不是。哎呦，差点忘了，快上课了！干啥去啊？我们下午没课啊。上礼拜路过数学专业的时候听了一次课，感觉挺有意思，想再去听一下。我也去，物理研究也是非常需要数学基础的。可以啊，那张涛，我也去。下礼拜就考试了啊，大家好好复习。老师啊，多准备3张卷子行不行？我们3个物理系的也想考一下。不是，我就听了1节课，我考什么啊？哦，那2张老师。我也不确定行不行啊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也不考是吧？等会儿回去你给我复习复习吧，就好，总得试试看。没问题啊。老师，教材这2天借我看看呗。离考试就7天了，我初中学完高1数学也就用了7天。副教授，这次期末成绩出来了，陶婷考了几分啊？不及格，59。不奇怪，我这次卷子出的很难的，他和物理系的理想并列第2。那第1名呢？就是穿黄衣服那小伙子周浩，他是满分啊。把周浩叫过来。老师啊，你叫我？咱还随身带个平板呢。好，刚打算出门找地方办，就被您叫来了。周浩，你这学期来听了几节课啊？来听了1次半。怎么还有半次？第1次在门口听的，来的时候课已经上了一半了，所以1次半。周浩，你有没有兴趣做我的研究生啊？啊，我是物理专业的老师啊，而且我的研究生已经被郑教授预定了。郑教授，你这是在浪费人才。周浩这样的天才就是应该学纯数学造福人类。怎么？只有学数学才能造福人类啊？学物理不行吗？而且我每年给发30万劳务费，你能吗？这能有钱衡量吗？他们3说是3年所有费用我全报销，你能吗？有风力发电机了不起了，郑副教授。是啊，有舞台呢，副郑教授。我不跟你一般见识，我问问当事人，我都可以，到哪学不是学？你看，但是我也要听听我室友的意见。我觉得郑老师对我们挺好，有道理啊。那我还是学物理吧。张涛，你把送你台手机。我有个想法，为什么周浩不能读个双硕士呢？也不是不行啊，我去看看流程。那也得先读物理。哎，副教授，等一下。什么事？你们的卷子周浩复印了1份，让我也做了一下，做的不好，不及格，才58分，想请教您一下来着。Shift。张涛，听说周浩惹上官司了。哎，你误会了，到底怎么回事呀？首先你要弄清楚，周浩是原告，不是被告。这件事呢，得从半年前我们租车开始说起了。你好，我们来还车了，你检查一下吧。我们开得很小心，没剐蹭。这划痕你们擦的。哦，你记错了，这个划痕本来就有的，你看我们拍的照片的。这明显比照片里更长了呀。你们这就不讲理了吧？补齐300啊！这不是敲诈，张涛，好汉不吃眼前亏。300放好了，大哥。不过我们应该很快就会再见面。好，那就下次再见喽。几个大学生读点书，不知道天高地厚。
我们平台这么大，还会怕你们几个学生啊？你们是不是？咱们走吧，张涛。这么回事啊？是的，郑老师。所以我想起诉这家平台。可以啊。哎，他们这么大的平台，肯定有很大的律师团吧？我们行不行啊？张涛，我们学校的法律系也是全国数一数二的，我帮你们联系一下法学院的教授。哎呀，郑教授，好久不见！好久不见，小郭，最近在忙什么案子？这一年都在处理一个经济纠纷案，挺复杂的，1年了还没弄完啊，确实有点得不偿失啊。而且就算胜诉，我们也只能拿0.2%的提成。0.2%是多少呢？不多，才1200万，确实有点少啊。小郭啊，这次叫你来的是想让你帮我学生处理个案子，什么类型的呢？应该是消费者权益。这种小案子，我叫我的研究生协助你吧。好，老师，那我问一下，从起诉到开庭需要多久？3到6个月。要这么久啊？那够了，3个月我也能学不少。小伙子心气高啊！对了，小郭，最近咱们学校很多同学找工作遇到那种5险1金都没有，薪资比说的低很多的那种企业，你也要关注一下。好，我会注意的。郭教授的学生听说很厉害，有他们帮忙，我们说不定有希望。那明天咱们先去咨询一下他们吧。那今天咱们都先仔细读一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吧。好，那看完之后我来模拟原告律师，你来模拟被告律师，咱模拟一下开庭可能遇到的情况吧。那我呢？我当法官了，这不行了。张涛，那先麻烦去找一个同学，再去这家平台租一辆车，看看会不会发生一样的情况。好。学长，我们这个案件的难点是什么？你们付赔款的时候有人字据说明赔偿原因跟赔偿金额吗？没有哎。但我们有付款记录啊。打款的时候有备注是赔偿款吗？没有。草率。现在你们的证据链不够充分，看来得等一下张涛了。各位，我找同学租了同一辆车。还车的时候，他们又以同样的理由要了300块赔偿。这次留证据了吗？留了，我还叫他录像了，而且这300块钱还开了发票。张涛，你考虑的太细了。张涛，多亏了你啊！哎，那我们整理一下材料起诉吧。OK， 我帮你们写起诉状，然后提交到法院要求立案。后续需要我们做什么？后续你们负责吃瓜就行了。负责吃瓜？周浩该不会自己给自己当律师吧？对，其实前些日子就已经打完了，我们赢了。现在这个平台应该不敢再要求工作了吧？周浩，那平台赔了你们不少钱了啊？就600块啊？那你们不是1分都没赚到？我们本来也没想着要靠这赚笔钱呀，不是为了出口气吗？但这件事情上热搜了，3位大学生整顿黑心租车平台，这标题取得不行，说明是3个物理系大学生更吸引人一点了。shit。好，我们农学院的荣誉墙上有你们3的照片，挂墙上了。又道歉言报，你们3月去折腾农学院了？没有，还不是因为周浩前些日子那一脚。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学校后山有农学院的种植园啊？听说过，我们去看看好不好？听说有很多珍稀植物。那我们见见世面去。好，那走啊。你看这后面几座山都是学校的。哎，你看这个珍稀濒危植物园，请勿破坏。这一片价值会有多少？该不会有上亿吧？边界了，我们得去找一下农学院的人了吧？这我们该找谁啊？看这里，这树是有主人的，林学朱立农。那走呗。这是我培育了3年才培育出来的树，您把它采折了，这还是我研究生论文的实验样本啊！他要是死了，我研究生也毕不了业。虽然这苗是我采断的，但你先别着急，我会努力让它活着。你哪个班的？物理系的。请把我物理送走。学长真不好意思。你先去急救一下，或许我们3会帮你。我要到林学的课表，我看看我们明天去上哪些课。我明天去问问郑教授能不能帮忙讲。那我去闻朱立农的情绪。接下来我们讲话的形态与结构。我们去找一下郑老师吧。我了解，你得帮帮我啊，郑老师啊。别急，周浩，我帮你叫一个20人的专家小组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。那倒不用，你帮我找个厉害点的专家，我去学习一下。那你得去一座山上。采成这样确实不容易存活，但是也不是没有办法，还有些方法可以抢救一下。您说，老师？这样子啊，你先把这个能做的不该做的都做了，能不能活就看命了，肯定能活下来的。咱们班有人去种田了，地上这么多的泥泞。不好意思，老师，我们待会会拖的。这几天怎么老是不下雨啊？我们多来浇水呗。明天有冷空气啊，苗会不会冻死啊？想想办法。小兄弟，真活下来了，不耽误你毕业就行了。你送佛送到西，我还有一个难题，你能不能也帮我一下？你说呗。这种植物叫做羊毛林，在野外几乎已经快灭绝了。
因为这种植物的种子不孕率极高，天然更新能力很弱。我花了3年时间就成功育了这一株苗。之前我放育苗，对，否则这种植物就只有灭绝这一条路了。可以啊，灭绝了确实不太可惜。谢了，小兄弟，明天请你吃饭。哎，不用这么客气。你个辣椒，正好，你怎么会有新苗啊？你当初剪下来的枝条，我捡回来插着就活了呗。你有用吗？阳台上还有好几棵。你怎么弄的？最近的气温、湿度、降雨量我都记录在这里，你要参考一下。我扦插过也没活呀。不知道啊，我是把2多肉的土跟后山土混合了一下就活了。小涛，你配出了最适合它生长的枯肉。一总，这次你成功培育濒危物种，省林业部门点名表扬。学校为了奖励你做出的贡献，决定给予你28万元的全额奖金。谢老，在这个当中，其实有3位同学贡献非常大，所以奖金我想分他们一半。这当然是可以的。另外，你准备一张照片，要挂在我们学院的荣誉墙上。好。哎，对了，那3个同学是哪个班的？哦，他们是物理系。谢。没想到，现在勉强算我人生出版的第1本书。算吧。学长，你都出书了，书名叫什么？我买来看一下。你不用买呀，就是因为明年那本教材学校会发的。不是，你出的是教材。学弟，你别误会，这不能算周浩写的，它只是修改了其中一部分。说到这个 Parallel Universe， 老师不对，书里不是这么讲的。你看看这本书的主编是谁？主编叫李鹏，那也不是郑老师呀。李鹏是我的学生啊，这份教材确实写错了，我给他打个电话，不会编教材就不要编。小李啊，教材的理论已经不是主流了。我不是写过一篇论文吗？你怎么不把我最新的理论补上？老师，您论文是去年发表的，这本教材我是2年前出版的。那不能改吗？也就改那小小的一部分。老师，虽然改的部分不多，但改了教材就都得重印了，我负担不起这个费用。钱的问题你放心，我来承担。但无论如何要让我的学生了解最新的理论啊。出版教材流程很复杂的，我最近在忙一个课题。哎，好吧，我也没时间。老师啊，要不交给我，只是修改一部分的话，应该不难。可以啊，你改我也放心的。那这个我可不是免费的。好，你待会来我办公室拿论文。哎，你办公室太远了，我送到你们寝室来。出版的流程咱们得了解一下。我先仔细研究一下原教材，等郑老师把论文送过来，我再看看怎么改。那我可以帮你改错别字。今天任务比较重，晚上就随便解决一下吧。可以啊。不用，老师给你们准备好了。还是郑老师大方呀！现在有相关问题可以问我了啊，现在还很早。听你说我整明白了，刚才你还有问题吗？有，我能不能睡会儿？这话要不你床位给我睡一下，我下午还有课呢。你睡吧，老师，我看怎么改。我还能熬，正好我陪你一起。上课前叫我起床啊。还好，出版社来信息了，说审教已经通过，让我们准备一下申请书号的材料。那没问题了，准备一下材料呗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觉得周浩改的有个大问题。张涛，你说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我看不懂，看了很久了，还是看不懂。确实，如果张涛看不懂，那估计同学们也看不懂，以后的学弟学妹们也会看不懂。会吗？我去打印就是，让同学们也看一下。同学们不好意思，晚上叫大家来呢，是想让大家看看周浩修改的部分是不是太难了。终于是折腾到自己人头上，大家看看能不能看懂。看不懂啊，量子态崩溃贝尔不等是什么玩意儿？那如果我向大家这么解释呢？你看啊，这个量子态崩溃呢，能听懂吗，同学们？听懂了，周浩，那就好。周浩，应该按你刚才讲的那样写的才通俗易懂。对，周浩，所以并不是这部分难度太高，而是你的文字表达不够清晰。我明白了，我知道要怎么改才能让大家都看得懂。你在最后修改一下，我们加快出版。好，大家都拿到新教材了吧？今天咱们来看新教材修改的部分啊。老师，这章不用讲了，讲下一章吧。为什么呢？这部分周浩讲过了，他讲得很好，我们都学会了。哎，张涛、李想、周浩3个人。哦，他们说这本书他们已经学透了，后面的课不用来听了。Shift。哎，张涛，你怎么3天没来上课啊？我被医学院研究了3天。啊，发生什么事啊？我不想回忆。别问张涛这件事，这大概是他最社死的时刻。哎，我今天怎么浑身发痒？你是不是过敏了，张涛？啊，我能对什么东西过敏啊？我们学院不是换了新椅子吗？你该不会是对新椅子过敏了吧？有可能啊，走去研究一下。
痒吗？没反应啊，看来不是椅子导致的呀。是哎，周浩，你在画什么？我刚刚拆的时候发现这些椅子设计有问题，我优化了设计，可以把螺丝从24颗减少到18颗，用料更省，但结构更坚固。我向学校反馈一下。你能不能先关心一下我？哎，张涛，你们最近有人过敏吗？我过敏了，现在全校好多师生都过敏了。全校师生？对啊，各个专业都有。医学院已经开始调查这个事情。那医学院怎么说？他们初步断定是某种花粉过敏。花粉过敏？那为什么就今年过敏啊？去年、前年这个时候也开花呀？哪种花变异了？我想想也不合理啊，每年都开花。那有没有可能是一种不是每年都开的花，但是今年开花了？好有道理啊。那有没有这种花呀？哎，我认识管理校园绿化这一块的王大叔，那学校有什么绿植他应该都清楚，找他去。不是每年都开的花，有八角竹，我带你们去看一下。居然真开花了，10几年都不见它开花了，今年居然开了。王老师，学校里大概有多少八角竹啊？少说也有100多株啊，那大概就是它导致大家过敏，我都开始痒了。那我们叫医学院的同学来看看呗，采几朵样本我们回去检测。哎，怎么这么痒啊？哎，张涛，你不痒吗？哎，是哎，我不痒哎，就你不过敏啊？是哎，就我对它不过敏啊。带回去研究一下。什么？张涛就这样被研究了3天啊？是的，研究出来什么？张涛确实不对这种花粉过敏，而且张涛自始至终都没有过敏过。那张涛一开始浑身发痒是因为什么？医学院的研究结果是，张涛3天没洗澡，太脏了。好丢人啊！现张涛，听说有家公司周浩、理想都没看上，就看中了你啊？我也不知道为啥。什么时候的事呀？就前几天郑老师叫我们3人吃饭。郑老师又叫我们去吃晚饭，估计又是带我们见大佬。去呗，不吃白不吃啊。小黄啊，最近公司怎么样？稳步上升，郑老师。郑老师，小黄啊，这是周浩，你别看他小小年纪，顶刊已经发了好几篇了，现在跟我一起开发一款电机，本来遇到一个难题，他一来，啪，解决了，以后必定大有可为啊。郑老师，这是理想，大二就修完了所有学分，绩点我们院第1，奖学金少说也拿了50万，太优秀了。郑老师，哎，这是张涛啊，是我的一名研究生啊。张涛一定是最好学的，你看出门还带个 iPad， 里面一定是学习资料吧，随时随地准备学习。王经理，你误会了，我来之前想找家店卖20，结果没找着。王经理啊，哎呀，我读书的时候就是因为做不出成绩，所以才放弃了科研这条路。今后我派这里学历最低的人。王经理说笑了，我们都才本科哎。那黄经理的学历是？我是博士。博士已经是我踮起脚尖才能够到的，但你们作为郑老师的学生，远远不止。这话你看，人家博士都是求着读，所以你硕博连读的事情，我再考虑考虑吧。好，吃的差不多了，我们得回实验室了，郑老师。好，我给你们叫车。哎，郑老，我给你们都安排好接送车辆，到了给我发消息啊，郑老。哎，郑老师，为什么黄经理对你这么毕恭毕敬啊？对啊，他好卑微啊，郑老师。因为他们公司用的90%的专利都是我的，我把着他们的命脉啊，付我钱还得拍我马屁，这就是知识的力量。张涛，哎，张涛呢？是不是把我给忘了？算了，自己打辆车吧。张涛，坐我车呀，我亲自送你回去。哦，张涛，这是我的名片，你以后学习生活遇到什么困难都可以打我，我会尽我所能帮你的。好。我有一家公司从事，郑老师说过。张涛，那你毕业后有没有兴趣来我公司呢？我公司规模也不小，而且正属于上升期。你来我公司，我给你保底年薪38万，再加8万股权，怎么样？这么突然吗？不着急，你考虑一下，随时打我电话。好，那我走了啊，记得扣我啊。黄总，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你说。显然理想跟周浩比张涛要厉害得多呀，您怎么就相中了张涛呢？我们公司是世界500强吗？不是。那我们是全国500强吗？也不是。那你怎么会觉得理想周浩看得上咱们公司啊？也是啊，能找到张涛就已经很不错了。郑老师的研究生不会差，理想周浩这样的人才，我们公司是容不下的。谁骂我啊 ？shit！ 哎，张涛，我上次怎么看到周浩给别人递情书啊？情书？
哪个女生啊？好像是那个姓姚的。你怎么会认为那个是情书啊？那个是周浩给人家。好，下课。张涛，你说我这门课的书本会到哪里去啊？上次上完课又找不到了，会不会是落在实验室了呀？我一会儿去看看吧。你的书在旁边同学的书包里，夹在英语跟高数之间。上次下课的时候，你把书给了这位同学，他随手塞进了书包里。我一会儿不回寝室，我的书你先帮我拿一下。行。哦，还真在我这儿。哎，同学，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啊？我是材料科学的，老师建议我来听郑老师的课，我来旁听了好几次。哦，那你这门课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我，不需要谢谢，我学过的知识不会忘。这么厉害，不会忘？那这本书203页讲的什么？音域模型跟临界态。那你说要背，我也能背下来。老师在14号站台讲台左侧讲的这个知识点，那瞬间双环电线杆上停着4只麻雀，教室里有位同学咳嗽了2声。好厉害啊，同学！但你不会忘不代表你理解了呀，不理解的也可以问我。不用，问老师才是最高效的。这么拽。郑老师，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下。哎呀，我现在有点事啊，你可以去问黄衣服那小子周浩，问他也一样啊。随时啊。哎，你们不知道姚一吗？你说刚才那个女生？对啊，她是材料科学的年级第一，听说1学期的课程，她用1个月就能学完。那她来咱们物理系干嘛呀？好像是研究这个以背同氧遇到了些困难，需要深入学习一下我们物理的知识。以背同氧？哎，别说，先吃饭去。哎，同学，周浩今天没来上课吗？他们寝室经常不来上课，去干嘛了我也不知道。哇，你皮肤好好，是怎么脱毛的呀？我之前穿裙子没脱毛，被说成野人，尴尬死了。首先呢，脱毛是为了自己，你脱不脱毛都好看。我是觉得脱完毛会看起来白净点才。我这样讲，好，我明白，懂了。你很适合学物理啊，姚一，考不考虑转专业？转专业？你这脑瓜子不来研究理论物理，很可惜。相比理论，我还是更喜欢应用科学。好吧，否则你就可以跟周浩一组。我跟你说，周浩这小子天赋可高了。我老师叫我去趟办公室，走吧。周浩这孩子真是天才啊！而且他现在大3，才18岁，太厉害。老师，你们怎么会认识周浩呀？你去听物理课的时候，周浩跑来听咱们材料科学的课。老师，那您叫我来是什么事？哦，对，就想要你以后啊，在学科上可以跟周浩多交流交流，说不定对你的研究有帮助。老师，你有周浩联系方式吗？有啊。周浩，你去我们专业干什么？证明你比我聪明吗？没有啊，我就想帮帮你。那情书？你不是在以背同氧的制备上遇到困难，我帮你解决了，你自己再去试试吧。谢谢你上次帮我找书啊。哎，对了，你千万不要告诉你们老师啊，否则他又要喊我转去你们专业了。Shift， 各位，我实验遇到了一些困难，我陪你去实验室看看问题是在哪。我帮你看看实验数据吧。不是实验上的困难，是实验耗材用完了，生化镓非常贵，5000一公斤呢。张涛，贵是我们的问题，但不是郑老师的问题。好，我现在就采购啊。那个，先采购1吨吧。你看，这不就解决了？周浩，你要的东西，郑老师眼睛都不会眨一下。周浩，生化镓一时半会采购不到啊，缺货，得等2个月。缺货啊？要等2个月？但我帮你联系了化工学院，他们还有生化镓，你去借一点，到时候我去还啊。你去问看。生化镓可以啊，等我实验做完，剩下的都可以给你们。那实验什么时候结束啊？那说不好，可能2个月。哎，我有个好办法可以加速这个实验。什么办法？叫我啊？扯犊子呢你们懂化学吗？你之前不是说要做好几个月吗？这么快做完啦？我们发现一个很好的催化剂。哦。哇，你怎么说呀？可以借我们没有啊？我有一个好消息跟坏消息。什么？周浩帮忙做的实验数据非常完美。那坏消息呢？生化镓也刚好用完了。我再帮你问问郑老师吧。郑老师还有用吗？难道还有其他学院可以借啊？不知道呀。2位，我们学校可能是借不到了，但我们不能向其他大学借吗？别的大学，别的学校，就怕他们自己也要用吧。但我认识其他一个学校的教授，他似乎跟一个生产生化镓的老板很熟，我帮你问一下。老郑，什么情况？抱歉，想问一下你认不认识生产生化镓的公司？认识，有一家公司的专利是我的，用的是你的专利是吧？那也不是你一句话，不是我的，是我的学生的，就是我跟你经常说那个，哦，那个江凡是吧？江凡，那你帮我问问这个学生，好不好？那不用问了，江凡我认识，你认识？
你拼车拼到过他还是什么？他是我高中同桌啊。张涛，好久不见。哎，同桌，你学的什么专业啊？我学物理，你呢？哎，我学的也是物理啊。张涛，看来你终于认可我高中时候说的话了。我就说物理真是一门令人神清气爽的科目。好了，你不用说了，你先帮我买点生化镓吧。6。小凡哥，不是我不卖给你，我送给你都行啊。但是这2个月产能已经被预定了，我也无能为力啊。好的，那我明年就会把我的专利卖给你的竞争对手，到时候他的产能比你高，价格还比你便宜。我们学校不会再采购你们的产品，我也认识很多高校教授，我会告诉他们哪家更好。明天送到你们学校。好的，看到以后有什么忙尽管叫我。谢服。几位学长，能不能请你们帮个忙呀？什么忙呀？就是我们校文艺部想要办一场文艺汇演，需要资金2万。我们没这么多钱，不好意思啊。哎，不是，就这2万啊，需要外联部去外面拉赞助，我就是外联了。我们累死累活也就拉来2000赞助。然后呢，就这项任务实在太耗费精力了，我们外联部好多人上学期都挂科了，所以能不能请你们俩？都已经影响到学习了。对，正忙汇报呢，跟我走。谢谢学长。学生会主席在哪里啊？我先跟他聊聊。他应该现在在教室。他是什么专业的呀？他学心理的。心理？完了，怎么了？主席啊，我们专业学长想跟你聊聊。有什么事吗？你好，同学。我个人认为啊，我们应该直接取消外联部，毕竟学生一切以学业为重。这也是我们自己没有平衡好学习跟工作的关系。问题也不能这么一概而论。外联部在学生会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，能说取消就取消吗？另外你是周浩吧？上学期你参与我们专业期末出卷，我们班很多人都挂科了，也包括我。那只能说你没好好学。周浩学长，你没有把问题考虑全面，我们再回去商量商量，走吧。学长，说话不能这么直接的呀。我发现你很会说话，学姐。是得向你学学。我大学唯一一次挂科就是你搞的。喂，通知一下，今晚6点，召集外联部所有成员开会。学长，其实我是想让你们帮忙拉赞助。哦，那你早说呀。那这赞助咋拉呀？高新区 I 几家校友企业是我们最后的希望。那走呗。黄经理，你好。你怎么又来了？我都说了我们企业不赞助，不用来了。哎，黄经理。哟，周浩小兄弟。黄经理。哟，张涛也来了，来坐坐坐。距离我们上次吃饭也就快1个月了吧？什么时候有空我们再聚聚。黄经理，你不用开口，我知道怎么回事。但是张涛啊，我们企业不是做慈善的，主要是你们学生会能为我提供的价值实在太少了，我也不能每次都无偿赞助吧。我们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，那我把专利的使用权给你也不行吗？那也不是不行，你开个价吧。今天上午文艺部部长跟我说，他们今年策划这场文艺汇演非常隆重，规模是5年来最大的，所以啊，预算也要随之提高了。罗部长，你们外联部这次的任务很重，赞助不是2万，而是3万。我们真的，你们只有2个月时间了，抓紧。同学，不管是2万还是3万，我真的可以解散。解散？怎么解散？那赞助怎么办？文艺汇演不办了。什么情况呀？部长，周浩学长拉来赞助了30万。多少？30万。够吗？至少10年外联部都不用拉赞助了吧？那还需要外联部吗？谢不得。张涛，周浩今天又不来上课。老师，周浩说这门课都是别人已经研究出来的东西，强调的是知识的运用，而他更喜欢钻研未知的知识领域。下课带我去找他。老师，你也别怪周浩，他就这样。周浩，这是 A 国权威期刊的最新研究，我想你会感兴趣。好的，老师。因材施教，那我先走了。等一下，老师，我感觉这个数据有问题啊。什么问题？这个前面居然有15，我觉得不太对劲。周浩，这个是权威期刊。我知道张涛，但就是有种感觉。我们去找一下郑教授吧。这是很权威的期刊，数据是不会错的。是啊，数据都是很严谨。没事，我回去算一下就好。我是真不推荐你算就好，这个计算量大的你期末结束都不一定算完。我看能不能帮你借一下超级计算机吧。好，老师。不行，我等不及了，我先算算看吧。需要我帮忙吗？当然要啊，不过这次我也不知道会算到什么时候。那要不我请个外援？什么外援？就是我高中全校第一学生。学生大神，他说来就能来啊？我试试呗。喂，学生，能不能请你帮我？当然可以啊，张涛。
张涛，好久不见，叫我帮什么忙呀？好久不见，学生。其实也没啥，就是帮我室友算个数据。这确实有问题啊。你们是怎么看出来的呀？这是直觉吧？这计算量有点大呀，感觉今天回不去了。那没事，我们有张空床。但你什么都没带，手机充电器都没带，能行吗？这倒不是什么问题，很流畅。算完我们来一局吗？可以啊，咱们老师在帮我们借计算机了，要不要等借到了再开始算啊？那倒不用，不过我们几个应该费劲。我觉得应该再叫一个外援。懂了。什么事张涛？我这就来。两位大神，能跟你们一起做研究，我真是太荣幸了。这些话都是张涛教你的吧？建议你少说多做。好，那我们开始算吧。张涛，一个人点这么多外卖啊？没办法，寝室有5张嘴要吃饭。好家伙，连一个寝室都不带上。张涛，我先回去学校洗澡了。好，张涛，没什么事，我也先走了，下次再叫我啊。下次请你们俩吃饭啊，两位慢走。喂，张涛，周号电话打不通，超级计算机帮你们借到，你们随时可以借用。也不用了，郑老师。怎么了呢？要不您来寝室看看？这么快就算出来了？这期刊真是错了。周浩怎么就能一眼看出数据有问题呢？直觉，这都是周浩一个人算的？不是，是5个人。用的什么呢？用的这个。学生时代一定做过的事情。学生时代一定做过的事情。哎呦我的妈！我想你了。我去上厕所。宝贝，我也想你。Hello。学生时代一定做过的事情。哎呦我的妈！上学时一定说过的谎话。老师，我作业是真落在家里。老师给我们买了辅导书，要200块钱，能不能给我一下？你怎么老是看这个女生？你是不是喜欢她？怎么可能啊！我怎么可能会喜欢她？好笑。当你从中间被换到靠墙的位置。你的双击，么么哒。上课时最可怕的事情。这个问题找个同学来回答一下。哎，就你了，站起来回答一下。小学到大学坐姿的变化，小学的坐姿，初中的坐姿，高中的坐姿，大学的坐姿。你的双击，么么哒。上课时一定做过的事情。普通人作弊。
沙雕作弊。我太难了。最害怕的处罚，小学。这么简单的古诗都背不出，放球给我留下来，背完再走。床前明月光，疑是。初高中。上课嘛不好好听，还要谈恋爱，成绩都成什么样子了？帮球把你家长叫过来。不叫你来。大学。现在你们一个个都是老油条了啊！一个班上课3个班都不来，点名，这次没来了，直接挂科。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老师。班级里一定有的5个人，全班都讨厌的人。屁王。高度自恋的人。五音不全的人。跟我一起画个龙，右边画一道彩虹走起。以搞笑为己任的人。有果，你的报应就是我记忆的双击，么么哒。学生时代一定做过的事情。考试后总有的3类人。这次考试好难啊，我好多题目都不确定。哎，你别说了，我都没复习，肯定考砸了。跟你们说这么难，我觉得挺简单的呀，挺稳的呀。我太难了。学生时代一定做过的事情。想时间再慢几分，怀念啊我们的青春啊，昨天在记忆里生根发芽，爱情滋养心中那片土地，绽放出美丽不舍的泪花。我怀念啊我们的青春啊，留下的脚印拼成一幅画，最美的风景是你的笑容，那一句再见有太多的放不下。啊，我们的青春啊，昨天在记忆里生根发芽，爱情滋养心中那片土地，绽放出美丽不舍的泪花。我怀念啊我们的青春啊，留下的脚印拼成一幅画，最美的风景是你的笑容，那一句再见有太多的放不下。当你上台讲话时，班级里一定有的5个人，爱打小报告的人。我要去告老师。透明人。格王。睡神。假小子。我让一场万众愿望。给我看好了啊，在这边放个屁。看我干嘛？我得上一次啊！你看书啊！大家看好了啊，我要变形了。低着头干嘛？看成17版啊！我太难了。
体育老师生病了，下节课上数学课。该生病了。老师的谎言。体育老师请假了，这节课上数学课，大家把书拿出来啊！我简单的画一下重点。这么重，我都不知道你们怎么会错。听好了，全体排班。这点暑假作业做什么做啊？你只要每天做一点点，马上就做完了。那将给大家1分钟的时间啊！站起来回答一下。站着。你对你的回答很满意是不是？班级里一定有的6个人，记名字的人，爱哭鼻子的人，情圣。我从幼儿园到现在谈过81个女生。哎呦我的妈！小灵通，知道阿宝现在公主订我再警婚者，告你一次，不要碰我肩膀。土豪。班级里一定有的5个人，提醒老师的人，老师，你还没布置作业。举手特别积极的人，哎呦我的妈 VIP 学生，学神， Conversation 1. 极其好学的人，还有没有没听懂的？老师我不懂。那我再讲一遍啊。别人考试前，你考试前，老天保佑，这次考试一定给我过。把课本翻到第8页，来讲一些绕题。有些同学不要在课上做小动作。拿出来，什么东西？不是老师，这个，喂，你儿子上课吃零食。爸，把书本翻到第10页啊，我们讲一下。哎，老师不用，我来。打牌，好，打牌，牌多大的？愣着干什么？发牌啊！来，坐下。不是爸，你先听我解释。阿培，有感情朗读一下这段课文。每天都叫，快点站起来！盼望着，东风来了，春天的脚步近。在念经啊，有感情，懂不懂啊？让课代表来读一下。盼望着，东风来了，春天的脚步近了，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，欣然张开了眼。多向课代表学着点，听到没？把昨天要求家长签字的试卷交上来。你爸爸有没有说什么？没有啊。
啊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下次不敢。课代表把试卷发一下。你要是下次再考不及格，7，哎，这该不会是6吧？难道是8？6。选择填空的答案抄在黑板上，自己订正一下。哎，等一下，第7题的答案是7，每小题3分。如果我把第7题改成7的话，我不就及格了吗？这题好像给我改错了，墨迹好像没有干，最近可能湿气比较重吧。不是，老师你听我解释，你爸解释。爸。提前为解释休息一会儿吧。我上来。私の名前は精神小伙。精神小伙。精神小伙。你在无中生有，暗度陈仓，凭空想象，凭空捏造。台上的艺术。所以答案是-3啊，-3。老师讲错了，有些同学没听懂的话，下课单独来找我。咱们看，确实讲错了，老师。这式的开式4方面。老师也重新看一下题目，好吧？哦，先唠一下拖延时间。哎，还是没整明白。好，老师整明白了。大家发现我哪步做错没有？咱们叫一个同学替老师改正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沈杰来。所以咱们通过这道题，你学到什么？哎，有些题目它是有陷阱的，对不对？对，答案是4的开4次方根，非常好。老师这次给你们当反面教材啊。但是下期月考，谁要是犯相同的错误，别怪我不客气啊。0后老师整顿精神内耗。下面抽问，会的看我，不会的低头。咱们简单点啊。
来，张涛你来答吧，应该是 C 老师，非常好。那么正确答案是 A。我却答错了，在这个班再也抬不起头，同学们会不会觉得我 Stop？ 别自作多情了好吗？你以为大家都很关注你吗？啊，说，刚刚张涛答了什么？不知道，老师，我刚刚在跟同学下五子棋，看到了，所以别自恋了好吗？你以为大家会一直记得你的一举一动吗？你说，刚刚我叫了谁起来回答？刚刚，早就忘了，看到没？没人会记得你刚刚出丑了，也没人会在意。别把自己想太重了，就算是我，你毕业2个月后就可以把你忘得精光，哪怕你在我课上答错100次。所以，停止你的精神内耗，继续上课。0后老师整顿早读。今天我的早自习，咱们班站起来读，好吧？你们睡觉了。来，同学们，双手都放在书上，把你的小脸蛋，给我露出来，好吧？那我还咋吃早饭啊？今天咱们齐声朗读朱自清的《背影》，我倒要看看谁的口型不一样。哎呀，不能念歌了这。老师走到教室后面监督你们好不好？只动嘴巴不出声的同学注意喽，小心我偷偷走到你的后面。我买几个橘子去，你站在这里，不要。假期作业中的诺贝尔奖。老师，我觉得你不用翻开作业本，不翻开我怎么检查？老师，你没看到今年的诺贝尔奖颁给了量子领域吗？这跟你作业有什么关系啊？当然有关系啊，老师。在量子领域中，一颗粒子可以同时存在向上或向下2种状态，而当你去观察它时，它的状态就从叠加态坍缩到了本真态。这颗粒子就只能存在向上或向下其中的一种状态。不人话，也就是说，在你没翻开作业本观察之前，我写了作业和没写作业这2种状态是同时存在。但只要你翻开了作业本，那我的作业本就坍缩到了其中一种固定的状态，要么就是写了，要么就是没写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写了你会怎么样？我会开心。那没写会怎么样？会发火。那么为了你的心情愉悦，你是更愿意相信我是写了还是没写呢？更愿意相信你写了。对啊，所以只要你不翻开作业本，我写了跟没写这2种状态就是同时存在的。你相信我写的作业也就是正确的。但如果你翻开了作业本，除了你可能会生气以外，是不是也失去了对你学生基本的信任？这会伤了你的学生的心。那么老师，你是选择翻开呢，还是不翻开？你 PPT 我0后老师的肌肉记忆。干嘛？还没下课呢，这么早去吃饭？张老师，你别想逼我找到食堂！嗨，没想到老师也在上厕所了。刚才我听到你打电话，手机交出来，来。还有江凡，跟我来趟办公室。我都闻到烟味了，不学好。不用啊。哎呦，老师上课又忘带笔了，哪位同学借老师一支啊？是的，我借你。下礼拜有新教室，咱们作为老员工打扫一下员工宿舍。又来，刘老师，你负责101。好的，主任。同学们，下节自习课不想上课，想跟老师去运动的举手。老师，我好，拿上扫把跟我走。假如00后当爸爸，你儿子今天在学校又打架，这小子还一个初1的追着初3的打，这像话吗？这么猛啊！那是什么原因打架？因为一个女生还早恋。女生是话剧社社长，你儿子是社员，他们俩估计是聊上，但女生是有小男友的。她男朋友今天早上你儿子说女朋友要跟他分手，就是因为有你儿子这个挖墙脚。然后呢，你儿子说没这回事，他跟你分手纯纯是因为你不懂艺术，他们俩就打起来了。那我儿子跟他社长在一起没有？陪爸爸。好，我回去一定好好了解情况啊。那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吗？有没有女孩照片给我看一下？0后老师家访00后家长。你儿子最近成绩直线下滑，那你道歉吧。那不是因为你没教好吗？对不起，但我在想他是不是在谈恋爱呀？绝对不可能，你有消息啊？当然了，他之前喜欢一个女孩，我全程给他出谋划策，那结局是果不其然的没追到。反向知道是吧？对啊，我说女孩子最喜欢有仪式感的东西，我就给她挑了这个。我说你送给她，当着她的面转开，多浪漫呀！她肯定感动到哭啊。然后呢，那个女的说你个滚。回来 emo 了1个礼拜，我看你的工作做得不错。对了，我上次听我儿子打电话，你们班陈佳怡跟江凡、王雅跟陈东要特别关注一下啊。我回去操作一下啊，咱们坚决杜绝早恋。但还有一个问题，你儿子喜欢那个女孩是哪个班的？前的老师 VS 00后老师，以前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个班。现在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老师。以前今天体育老师有事，我来代课啊。现在今天体育老师有事，刘老师你快去带一下课。以前明天默写鸿门宴，回去给我好好准备啊。现在明天你上鸿门宴，我来旁听，给我好好备课啊。以前你看看你的成绩，拿得出手吗？现在你看看你们班成绩，拿得出手吗？以前都不准点外卖啊，都给我去食堂吃。现在不准点外卖，都去食堂给学生做榜样。主任，
今天疯狂星期四。前的老师 vs 00后老师，以前你字写这么难看，给谁看的？现在老师啊，你写的字太难看了，我们看不懂。以前你们要把学校当成自己家一样。现在你们班的学生真把学校当自己家是吧？寝室里面吃火锅。以前我再讲最后2分钟啊。现在下午再我好吧，我要去干饭。以前音乐老师今天请假，这节课我来上。现在音乐老师，上次你请假，你的课我带上了，下节我的课还给你好吧？以前你孩子脑袋瓜是挺聪明，就是不用功。现在我家孩子是挺聪明，就是老师太年轻了。主任能不能换个老师呀？以前有些同学不要把外面的歪风邪气带到学校里来。现在刘老师，你不要把栓口大冤种这种词带到课堂上来。老师同时教好班和差班。吵什么啊？你们去看人家1班，同样是我教的班，人家下课时间都在安静学习，你们下课就不要做题了，起来活动活动，一天到晚死气沉沉的。你们去看看3班，虽然人家成绩不好，但人家的班级氛围啊，比我们好多了。面对难题，这道压轴题非常重要，是我们跟别人拉开差距的关键。仔细听好了，以后咱们要是遇到这种题，直接放弃就好了。面对睡觉，打瞌睡啊，没睡好啊，熬夜刷题了是不是？休息好也是很重要的。站起来，来，没睡好，是不是带手机来学校了？小班和差班的刻板印象。同学，你几班的？我3班的。你是差班的呀？你这表情什么意思啊？我虽然在差班，但是我成绩不差。那你几班的？我1班的。尖子班的大佬啊？没有了，在班里中天下。绝不能让他知道，虽然我在尖子班，但成绩是吊车尾。中天下的小垃圾是吧？其实在普通班也有好处，要算是月考就不小心考了个第1，遇到普通班的大佬了吗？那你分数肯定很高吧？还可以吧，480，我530。没有打火机。我转入尖子班。大家欢迎新同学张涛。大家好，从普通班转入我们尖子班，非常聪明，会尽快融入到我们班当中。怎么讲这么快啊？怎么中文听着跟英文一样啊？全跟不上啊！有没有修正带接吻？好的，谢谢。那咱们下一个知识点。哎，老师，能不能讲的慢一点？6。看来新来的同学已经不太适应了，那我讲慢一点。完全听不懂，我可能不适合尖子班。看来这个人就是我以后的班主任，我想我会成为最好的班。郑杰，你能不能别睡了？你虽然已经被985提前录取，但起码要尊重老师，好不好？谢。我转入尖子班。来，这道题做错的举手。不会只有我一个人做错吧？那咱们为张涛单独讲解一下这道题。老师，不用浪费大家时间，我可以教他。谢谢，不客气。这道题用洛必达法则，很简单。什么是洛必达法则？不会洛必达没关系，咱们还可以用其他方法，只要用一点大学的微积分知识。我上高中哪知道微积分？6。那咱们就用高中知识，也就是最笨的方法。那下一道题需要讲吗？谁扣分的？老师看一下。那无名领头，我就说嘛，怎么可能只有我一个人做错？而且就算做错，也一点也不丢人啊。小宝，你怎么会扣分呢？啊，这题太简单了，我直接心算出答案了，没写过去，扣了我1半分数。Shift。当我转入尖子班，你原先是哪个班？我3班的，3班不是年级的倒数第1吗？对，我班级第1。你好厉害啊，新同学，认识一下。我叫薛生，你也可以叫我学神。你是走读生吧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在你的鞋子上粘了一颗种子，这是分数的种子。我们学校没有分数，所以你家肯定离这里不远，也是走路来学校。你真是明察秋毫。那你什么科目最厉害？哦，化学最好。那正好，我化学不太好。那我以后有问题请教你吧。你上次月考化学几分了？我90分。我92。Shift 6。你这个分数才刚刚到我们班平均分。这都是什么怪物啊！哎，你别听他瞎说，自找焦虑，别太有压力。我的化学成绩就跟你一样，但这是我最差的科目。Shift。我转入尖子班。你的英语怎么样？之前是全班第1。Good morning, everyone。我不是指分数啊。Please open your book to page 16。全英文课堂。Shift。There's new face today. Could you please stand up？ 说话怎么跟机关枪一样啊 ？And introduce yourself. Introduce。自我介绍。我叫张涛。English, please. My name is 张涛。Okay, 张涛。And I like play basketball. 6. Go on. 老师，我帮你临时写了一份，你照着读就行。期待你发。这个词我都不认识啊！你没学过雅思词汇吗 ？Shift。我转入尖子班。下礼拜运动会，希望大家踊跃报名啊！终于有我的用武之地了吧？你们这帮书呆子，一看就是体育都不及格的。
100米还是给我啊！我去年跟前年都拿进的，第3块给我凑凑齐吧。反正短跑也不是我的强项。那铅球呢？没人去吗？老师，这个我去吧，不得给他扔个180米的啊！每个班都有个力气的，也很正常。跳远谁去啊？老师那不安全。我去年运动会直接跳出沙坑了，屁股直接落在跑道上，痛了我1个礼拜。要跳高你去，有垫子的，摔不疼。那我试跳一下啊。例外，肯定是例外。我跟你说，我去年去跑了3000，哎呦累死我了，我这辈子都不想参加。我也参加了，我拿了第2名。我想起你了，我是第1名，我甩你2圈。幸福的。我转入尖子班。这次月考新同学有很大进步，物理考了113分，恭喜啊！这是我物理考过最高的分数了，差一点就到我们班平均分115分了啊！他们说再接再厉。哎，学生，你也没到平均分啊？我的分算错了，给我少算了5分。那你跟老师说呀。哎，那倒不用，就算再减5分，我也还是全校第1。咱们看这张卷子太基础了，根本不用讲啊！大家做一下黑板上这道物理竞赛题，这次一定要在同学面前证明一下自己。一半进为2。老师，我做好了，我来做吧。老师他的思路很巧妙，但是仍然不是最优解。别紧张，那几个都是参加物理竞赛的，他们会做很正常。老师，这题我还有更快的解法。